来了。你昨天去哪儿了？我喝了点酒。对不起，我不该打你。是我活该。疼吗？不疼。我辞职，我今天就辞。别辞职，我相信你。夏风，我韩青可能有很多缺点，我也没有什么能耐，但是我很爱你，爱这个家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让这个家有更好的经济基础，能让你跟多多过上好日子。背叛这种事情对我来讲是不可能的，别说是身体出轨了，就是精神出轨对我来讲都是可耻的。你能相信我吗？能吗？能。进。Andrew， 我要辞职，这是我的辞职信。在这里干得不错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先生不喜欢我做您的助理，他之前在广告部工作，后来您上任了，他就被裁员了。所以他不愿意你为我工作。嗯。但这不是他的工作，这是你的工作。你喜欢这份工作吗？喜欢。那留下来。Andrew， 这份工作虽然对我很重要，但是对我而言，家庭才是第一位的。如果这份工作会影响到我先生的情绪，那我必须考虑。如果他介意的那个人是我，那我调你去做娱乐总监。虽然你的工作时间不长，但成绩很好，反应很快，大家对你的印象也不错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老板是 Maggie， 办公室也不在这一层楼，所以除了开会，你基本上不会遇到我。你觉得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是我刚任职不久，我的业务能力恐怕……娱乐总监当然需要一定的业务能力，但我更看重的还是你的组织能力、协调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。编辑们也都很喜欢你，这样子方便工作。那我会请 Maggie 在业务上多帮助你一些。将来在这一行，你一定会很有成就，会成为一个不错的出版人。你应该释放你的能量，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家里。那我目前没有能代替你的人选，多给我2个礼拜好吗？好。你可以走了。谢谢您。季老师，昨晚突然查到了一些资料，这些证据绝对能帮你说话。字有点潦草，能看得懂吗？谢谢你，计划。何老师，
学术委员会非常重视你的举报，还为此专门召开了几次会议。我们是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和既定的程序进行调查。孟老师的论文呢，是正式出版的作品，这个在时间上和版权上很好界定。而你呢，只有一张手写的大纲，上面也无法界定创作时间。如果仅从这一个证据来判断，也看不出孟老师有什么确凿的剽窃行为。庞主任，既然孟老师说这篇论文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创作的，那么我有个问题想问孟老师，请他当面回答我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孟老师，在你的论文第1页第3段中，有一段关于女性主体形成的论述。您说道，性别身份并非自主存在而不受约束，而是深深地根植于个体以及历史的实践之中，从而严重地限制了它的可转移性及变化性。这个论点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吗？对啊，是我的主要论点之一呀。您确定？当然确定。这段话也出现在我的论文大纲中，您将它修改了一下，换了种说法，但其实根本就是同一个意思。但这一段话并不是我自己提出来的，而是来自于一处引文。因为我当时写的只是一个大纲，我就随手把它写了出来，并没有标明出处。好像是一处引文。哎呀，我也真是记不大清了。孟老师，您向国家1级刊物投稿，你的论文有引文不标明出处，这就是学术不端行为。更何况这句话是论文的核心论点之一，如果不是你原创的，就更加需要标明出处。孟老师，如果你真的在论文中忘了指出，那何老师现在提出来，请你谈谈这段话的来源。正如你以前所说，你写论文花费了大量的心血，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，认真核对。既然你的学术态度这么严谨，刚才的回答似乎与你的作风不符啊。各位委员老师，可以说这件事已经搞得我是焦头烂额呀。哎呀，我现在真是，我可以说完全分散了我的注意力，就是因为我的心烦意乱，很多事情我真的都想不起来了，我想不起来了。孟老师，我也觉得你刚才回答呢不是很合乎情理啊，因为这段话呢是你的核心论点，根据这段话有一个近500字的分析，是针对于这个观点而进行阐发的。如果真的是引用，你却不记得出处的话，这可能吗？那何老师，你知道它的出处吗？我当然知道，而且我这里还有原文复印件。因为是我自己写的论文，所以每一个论点是从哪里来的，我全部都记得。各位老师，我现在愿意给孟老师2个小时的时间来回忆，你也可以去资料室电脑里查。如果你能找到它的出处，就算我检举错了。把你的复印件呢先交给我们啊，孟老师，也麻烦你再去一下资料室啊，去查一下这个资料，或者说用你自己的电脑也来查一下这个出处呢，查出来，然后写给我们，我们再来做一个详细的比证，你看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呀。行，那王老师请。何老师，你怎么那么肯定他查不出来啊？因为这段话是引用了一位英国学者的会议论文，他是季黄老师的导师苏少白教授去英国开会的时候带回来的资料。当时季老师把它借给了我，我看了以后很受启发，所以引用了这一段。这篇论文现在并没有在国内翻译和出版，我当时看的是英文版，这段话是我自己翻译出来的。所以，如果孟老师没有见到过他，2个小时不可能查出来。
各位老师，我还要举报孟老师的另一篇论文，80%抄袭一位国外学者的论文。哟，这问题严重。后来孟老师去了资料室，查了足足2个多小时，还是交了白卷。学术委员会怎么说？庞主任找到我说，孟辉死咬住自己记性不好，记不得出处在哪儿，就是不肯承认看过我的大纲。不过，幸好季皇找到他的另一篇，抄袭证据确凿，他怎么也抵赖不了。看来他还是个惯犯。系里也说了，会严肃处理此事。只是可惜了你那篇那么好的论文。这次得多亏季老师那么细心找到证据，应该干了整个通宵吧。看来季老师还是很关心你的。哎，季皇，你回来了。季老师，有份资料落在办公室了。那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季老师，今天的事，谢谢你。应该的。我想请你吃顿饭。下次吧。我有点急事，要回一趟中壁，2小时后的汽车。是接你妈妈过来手术吗？那我跟你一起去，顺便跟伯母解释一下上次我妈打的那个电话，让她老人家放心手术。谢谢。只是系里不能一下子让2位老师请假。那我在这里帮你代课。不用了，我已经交代关老师了。不过还有一些论文还没改。好，交给我。论文就在这儿，你可以拿去改。季皇，等你从中壁回来，我们老地方见。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好。要不，我跟我表哥打个电话，让他把家具拉回来。算了，送都送了。但是再买的话，也要花好多钱呢。慢慢来吧。我跟冯叔说了，他愿意把房子租给我们，租金的话，1个月4000。4000，楼上万婶家出租1个月才3500。那如果我们全家搬出去再找房子，就太麻烦了，也不一定能够找到比现在这个更好、更便宜的。那你有没有跟人家商量一下，能不能再买回来，哪怕加个1、2万都行啊？不愿意啊，当初我急着卖，价钱叫得低，他现在拿着这个钱，在这种小区，恐怕是买不到了。那算了，那就租吧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跟 Andrew 提出辞职了，但是 Andrew 好像对我的工作还挺满意的。他说，如果我不愿意做助理的话，那就调我去负责娱乐部，这样以后我就是 Maggie 的手下了。不开会的话，跟他基本上都见不到面。这样的话，你放心了吗？娱乐部，那就是娱乐总监了。这可是一个要职啊。Maggie 以前就是娱乐部的总监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每天装样子上班，然后把稿子啊、策划案呢拿回家来，让我帮你写。我让你在 Maggie 的面前大大的秀一把。我只希望你能让我专心工作，不闹腾，不折腾这个家就行了。知道吗？娱乐总监啊，
当年可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位啊！我在托尔斯努力了这几年，连娱乐部的门都没有摸进去。哎，有一次差点成功了，但煮熟的鸭子还是飞了。这是我头破血流都没有得到的，你怎么这么轻易就得到了？嫉妒啦？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也成，媳妇儿，给你相公长脸了。但是安主让我给他2周的时间交接，那天他说他一时找不到接替的人。哦，哎，你到了娱乐部，不就跟丽丽在一起工作了？丽丽是什么人啊？我可不想跟她走得太近。也是，但其实你们2个都是编辑，以后的竞争会很激烈的。我没这么差吧？那我前2天写了篇稿子 ，Maggie 直说好呢。看过，也就那样。哎，比我还差那么一丁点儿。我饿了。我也饿了。好，我去煮面。明晚9点半，这是去洛阳的火车票。9点整，我在车站的东门等你。记住了。拿着这个，我家祖传的，我爸说很值钱的。宝石赎回来了。东林给赎的。妈，您不应该把宝石的事告诉他，您知道他会这么做的。他是因为喜欢你呀。那房子的事儿，您没跟他说吧？哎呦，你真把你妈当成老糊涂啊！这种事儿我好跟全世界人讲的。你爸干的那点不争气的事儿，跟人家说出去让人笑话。哎，我要是告诉东林了，让人家怎么想啊？这么一个不靠谱的爹，那以后万一你跟他有个，人家怎么看你呀？